事情是这样的，前段时间呢，我分别在淘宝和二手平台上买了2同型号的 Beats 耳机，分别是1300全新和闲鱼宣称全新500块。大家都知道，这个世界上耳机假货最多的就是苹果和 Beats 了，所以我在开箱的时候特地留意了一下，果然这个淘宝买回来的1000多的耳机，这个 Beats 的 B 竟然是歪的。降噪开了和没开一样，明明2个耳机的包装当时都是有塑封的，那就证明肯定是全新未拆。但是这个500块的耳机拆开包装，里面就跟被狗啃过一样，耳机包上面也有很明显的手印。戴上耳机一听，我直接傻了，2个同型号的耳机音质完全不一样，这个500块的音质明显强一大截。降噪，你们觉得这个降噪如何呢？这就很有意思了，我长这么大还没有试过花1000多块钱买东西，竟然跟开盲盒似的。首先呢，先说一下为什么会买 Beats 耳机。在我还是小学的时候就听过 Beats 的大名，一条耳机在00几年要卖上千块钱，那简直就是奢侈品。所以当时周围的同学都觉得这玩意儿很有逼格。高中之后我就发现身边的同学对 Beats 的评价开始2极分化了。买 Beats 的同学呢说它的音质很不错，而玩 HiFi 的同学就在旁边憋笑，然后发来各种各样的表情包。我本身呢有听音乐的设备，出门带 AirPods Max 真的太重了，于是呢我就想买一个轻便的好看的耳机，最好呢是白色的，浅色的好搭配衣服嘛。但是找来找去，发现好看的耳机真不多，最后逛完一圈，好像真的就只有 Beats 了。二手全新500块，外观好看，纯白，还能接入苹果生态，甚至戴在耳朵上还能响。话又说回来了，都2022年了，供应链的技术都上来了，想把音质还有降噪做得很垃圾，还真不容易。而且有没有一种可能，大家说的 This is true music 是真的呢？Beats 耳机里面真的蕴含了真正的音乐。那么我手上的这俩降噪基本没有，音质也比我想象中的稍微差了一点，是不是买到假货了呢？或者这2个都是假的呢？于是我又去网上查了一下Beats耳机如何防伪。首先呢，就是先查序列号，都是没有问题的。不过这都什么年代了，不会还有人觉得仅凭序列号就能防伪吧？再看看老中医偏方，检查一下它的外包装。他说这上面应该有一个 TM 的标志，但是这2个都没有。然后耳机盒上面的图片和正品的对比一下，那这2个好像都没有区别。接下来是收纳盒上的接缝处，看它是亮的还是暗的。我们来打开看一下。这个里面跟它这个长得好像不太一样这里面根本就没有这个包边。按照它这个说法的话，好像跟这个是一样的耶，因为这个他说的是亮面的打面，暗的是对的。接着我也按照网上说的，把耳机带去专柜验机，但是苹果跟我说他们并不提供鉴定服务。咱又想了个办法，我先说吧，这个耳机的降噪好像有点问题，所以说我希望苹果这边能给我一个鉴定报告。这才查出来一些猫腻。你这个序列号已经是更换过的了，它这个序列号已经在工厂里面了，这个可能有问题。原来啊，这个500块钱的Beats耳机本机现在还搁厂里躺着呢，这也就实锤了这个500块的逼测一定是假的。可是淘宝这个耳机我找遍了全网，也没有可以鉴定的办法，于是我一上头，这就是我在官网上花了2780就买的Beats，咱就是要看看它跟便宜的有什么区别哦。哒哒，出来了。这个包装的颜色我怎么感觉都不一样呢？应该是同一个型号吧？没买错吧？继续打开来看一下，它的拉链居然是红色的耶！这些细节是在这2个里面完全没有的。然后这个地方也是有一个衬布在这里的。接着是咱们的耳机本身，接缝的位置这里是一个金色的。在这一点上啊，贵的那一款是做到了复刻的，便宜的那款这个地方是黑色的。在这个按键和 logo 的这一面呢，是没有看出来任何的质感上面的区别，包括像是这个耳罩的这个柔软程度啊、皮的质感呀，还有这个头梁的位置，这些地方都是一样的，就没有明显的差别。最让我无语的事情是什么呢？这个 logo 好像是有一点点歪的，这个。对比来说，其实2789原装正品和500块钱真的基本上没有多大区别，因为原装正品的做工本身也很一般，所以无论是头梁、耳罩还是按键，讲的基本上都是完全还原，再加上序列号查询也没有异常，普通消费者基本无法分辨真伪。直到我放了1个月之后，假的耳罩裂开了。
然后头梁和耳罩都开始变黄。所以说，如果想要第一时间判断真伪的话，可以仔细看一下耳机收纳盒，因为盗版把所有的预算都用去模仿耳机了，对其他配件基本上就是形状一样就可以了，做工差的一眼就能辨认出来。这里呢，给大家总结一下辨别真假的经验。我这个1500淘宝买的 Beats 通过了所有的防伪测试，淘宝大店卖假货的可能也有，不过违法的代价太大，也没必要。首先检验一下序列号，碰碰运气，假货基本上都会做好序列号，但是万一你的这一条连序列号都懒得造假了呢？2，看一下耳机做工，检查所有外包装，包括这里的挂钩、收纳包，甚至是放包装的反面。网上讲解的各种防伪细节只能供参考，假货会在各种细节上面告诉你它是假货，但是本身这个3000块钱的耳机做工就很一般，再加上 Beats 的耳机没有什么标准，新老的包装不一样 ，SN 码的印法也不一样，同一个型号声音也不一样，这个真的只能意会，看不出来的小伙伴建议跳过这一步。3，最稳的办法就是你拿到苹果专柜，声称它有质量问题，要求苹果提交一下检验报告。如果这些都能通过的话，那基本上是不会有问题了。那 Beats 的音质到底怎么样呢？相信大家对 Beats 的印象就是解析好，声场大，通透性不错，吉祥不一般。纵声好的话，那一定是买到假货了。实际上呢，Beats 的音质当然说不上好，属于听个响的水平，低音量很大，但是比较昏。这里给大家直接听一下。初めてのルーブルは私だけのモナリザもう初めてあなたを見た止められない喪失总结一下，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我做过一期视频，山寨的 AirPods 都有头有脸，更有甚者去山寨AirPods， 做盗版的盗版。对于苹果 AirPods 还有 Beats 这种假货多的耳机，不建议去购买二手产品，这些山寨耳机就混在各种二手信息中。我的这条500块钱的 Beats， 审问卖家回复都是无可奉告。对于 Beats 耳机来说，我觉得并不是所有人都只在乎音质和降噪。如果要考虑美观和轻便 ，Beats 还是可以的。1000多能连入苹果生态的好看的无线耳机，其实没有什么选择，对吧？我这个能买到的刚好音质还能听，但是做假货的商家没有下限，很多假货可能是真正的电子垃圾，比如这个。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啦。如果这期视频还有点意思的话，记得给我点赞3连关注哦。那我是切里，咱们下期再见吧，拜拜。